大家好，欢迎来到 Mia Mystery， 我会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些案件。现在社交软体发达，有许多人喜欢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异性，拓展自己的交友圈。不过虚拟平台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存在一定的风险性。2018年在纽西兰有一位英国女子，她透过交友软体和一位网友见面约会后便从此下落不明。这件事引起警方高度的关注，也在当地引起震撼。时年21岁的格雷斯·米兰出生于英国的威克福德。格雷斯家境优渥，父母感情融洽，爸爸大卫·米兰经营房地产，在当地小有知名度。另外他还有2个疼爱他的哥哥。格雷斯的生性外向活泼，和家人感情深厚。广告行销专业的格雷斯也相当的有艺术天分，常常在自己的脸书分享作品。他在大学时就努力的打工存钱，想在毕业后去环游世界。2018年格雷斯从林肯大学毕业后，便踏上了他的旅程。他的冒险从南美洲的秘鲁开始，和朋友一起在南美洲旅行了6个星期后，他便一个人前往了纽西兰。格雷斯在11月20号抵达了纽西兰的奥克兰，并入住位于市中心的一间青年旅馆，预计在这里待到12月8号后再到其他地方旅行。11月30号，格雷斯在交友软体上和一位男子配对成功后，两人便互加脸书好友，并约在奥克兰的地标天空塔见面。12月1日下午5点40分左右，格雷斯出现在天空塔，在等待男方出现时还随手拍了商场圣诞树的照片传给家人。这也成为格雷斯的家人最后一次收到来自他的讯息。不久后男方出现了，2个人拥抱后便一起前往酒吧。那天晚上2个人似乎玩得很尽兴，去了好几家不同的酒吧，互动上也越来越亲密。当晚约会时，格雷斯趁男方去厕所时，传讯息给在英国的好友，说自己在跟一位男子约会，2个人很合得来，明天会再跟好友更新情况。可惜好友再也等不到格雷斯的讯息了，这是格雷斯最后一次和外界的联系。当天晚上9点40分左右，2人才一起回到男方住宿的城市生活旅馆，而这也是格雷斯最后一次被监视器拍到。12月2日这天是格雷斯的22岁生日，许多亲朋好友传讯息祝他生日快乐，但他的手机已经被关机，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他。格雷斯和家人的感情很好，在旅行时也会每天保持联系，尤其这天还是他的生日，家人觉得很不对劲。在试图联系格雷斯1天未果后，隔天12月3号，家人终于按耐不住了，联系了在纽西兰的英国大使馆寻求协助。格雷斯的哥哥也在脸书上发布妹妹失踪的消息，希望大众可以帮忙提供线索。警方开始调阅监视器画面，试图拼凑格雷斯失踪前的当天行程，发现当天格雷斯和一名男性一同出现在酒吧的画面，并把那位男性视作嫌疑犯。不过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因此没有拘提他。12月5日，格雷斯的爸爸和哥哥抵达纽西兰，并和警方一起举办记者会，请求大家提供线索。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peal to anybody who has seen, spoken to, o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Grace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nd to come forward with any detail, no matter how small, and contact the investigation team. 这在一向治安良好的纽西兰引起震撼，纽西兰民众也纷纷加入搜寻格雷斯的行动。同一天，警方在格雷斯脸书上看到像是嫌疑犯的人，在他的照片上留言，觉得或许能在格雷斯的脸书上找到更多的线索。格雷斯的哥哥把他脸书的账号密码给了警方，警方便联系了嫌疑犯，并约了当天下午见面询问格雷斯的相关问题。嫌疑犯承认2人的确有在12月1号晚上约会，不过2人在晚上10点左右就分道扬镳了。警方继续对该男子及其公寓进行调查，发现格雷斯最后一次被监视器拍到是在12月1号当天晚上9点40分左右和该男子一起进入其公寓。于是2天后，在12月7号，警方再度找到这位嫌疑犯进行问讯。
这时他改变了他的故事，他承认两人在约会后一起回到他的公寓，在聊天过程中格雷斯提起电影《格雷的50道阴影》，因此他觉得格雷斯喜欢粗暴的性爱。他说两个人有激烈的自习性性爱，之后他到浴室洗澡，并在浴室睡着了。他在半夜醒来回到房间，没看到格雷斯，便以为他已经离开了。房间昏暗加上强烈睡意，他便在床上睡着了，一直到隔天早上起床才在地上发现格雷斯。他鼻孔流了许多血且没了生命迹象。他说格雷斯的死只是一场意外，他在一时慌张下决定遗弃他的遗体。他在审讯中几度痛哭失声。警方问他为什么发现格雷斯没有生命迹象时没有寻求帮助。他说他想过要叫救护车，但觉得情况看起来很不利于他，因此电话没有拨出。被问到为什么第一次侦讯时没有说实话，他说是因为现在格雷斯的家人在这，他想让格雷斯的家人知道他的死是场意外，让他的家人有个慰藉。警方在搜索他的公寓并调阅监视画面后，还原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在对他的房间进行血迹测试后，发现他的地毯上的确有血迹反应。另外警方也查了嫌疑犯的手机，发现在12月2日凌晨1点半左右，他的手机上有几个搜寻记录。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他就知道格雷斯已经死了，和他的证词显然互相矛盾。当天晚上还有色情网站浏览 A 片的记录，他还用格雷斯的遗体拍了一些不入流的照片，并继续上交友网站和另外一位女子订了当天下午的约会。警方并从监视画面中拼凑出他接下来的行程。12月2日一早，他到附近买了大行李箱、清洁用品及手套，回到了公寓，接着又出门租车，下午和另外一位他在交友网站认识的女生约会。回到公寓后，借了清洁地毯的机器回房间清理。12月3日一早，他往怀塔克雷山区方向开去，并在途中停下来买了铲子。在山区将装有遗体的行李箱掩埋后，他清洗了车子，也把自己的衣裤、鞋子送去干洗店，并把格雷斯的物品拿到公园垃圾桶丢弃。12月8日，警方向大众宣布格雷斯已经遇害。此案正式从失踪案变成谋杀案。当晚9点，男方以谋杀罪被起诉。12月9日，警方宣布在怀塔克雷山区找到一具女性的遗体，并证实这就是搜寻多时的格雷斯。她的遗体被埋在了行李箱中，并被埋在土里。12月10日，犯人被带往奥克兰法院。由于这位犯人还有另外2个案件在身，根据纽西兰的法律，他的身份不能被披露，引起大众的不满。格雷斯的死在纽西兰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当地著名地标天空塔和海湾大桥皆点灯以示悼念，大批的民众也为格雷斯举办了哀悼会。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也代表国家向格雷斯的父母道歉。On behalf of New Zealand, I want to apologise to Grace's family. Your daughter should have been safe here, and she wasn't, and I'm sorry for that. 由于嫌犯始终不肯认罪，谋杀了格雷斯，坚称他的死是场意外。此案的审理一直到2019年11月4日才在奥克兰高院展开。格雷斯的父母也出席了这场审理。检方控告犯人掐死了格雷斯，辩方律师则坚称这是场激烈性爱中经验不足所导致的意外。检方律师反驳，在格雷斯的遗体上，左侧脖子有明显的淤青，这是在一定时间下遭受强力压迫才会造成。犯人花了5到10分钟掐死他，在这之间格雷斯应该很早就没了气息或是挣扎，但他却没有停手，这就是一场鲁莽的谋杀。经过了2个多礼拜的审理，在2019年11月22日，法院宣判犯人谋杀罪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且至少17年不得假释，会在2020年的2月21日执行。在宣判结束后，格雷斯的父亲接受媒体访问时，感谢纽西兰警方的协助及人民在这段时间的支持与鼓励。他们接下来要回到英国，试着在少了格雷斯的情况下慢慢拼凑出生活。在判决结果出炉后，犯人持续提出上诉，不过都被驳回。也因为如此，
在案件发生的2年后，纽西兰媒体终于得以曝光犯人的身份。他是杰西·肯普森，父母在他9岁时离异，他跟着爸爸和祖母一起生活。他说谎成性又不愿意接受专业治疗，被家人切断联系。他骗格雷斯说自己是一间石油公司的经理，事实上他在酒吧打工，且他们见面那天他才刚失去了他的工作。肯普森从20岁初就开始沉迷于网络交友，案发时他26岁。事实上，在他谋害格雷斯的前8个月，他一样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并侵犯了另外一位来自英国的观光客。事发后，女方由于害怕被报复，因此并没有报警，一直到从电视上看到格雷斯的案件后才去警局指认他。另外，他性暴力同居女友长达数个月，常拿刀威胁他，还说他是被 CIA 派去杀他的。他也因为这2起案件被判决了11年的有期徒刑。回到英国后，格雷斯的家人以他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团体 Love Grace。因为格雷斯生前喜欢手提包，因此 Love Grace 将一些生活用品放在手提包中，捐赠给家暴受害人。虽然格雷斯年轻的生命被残忍地夺去了，但是他的温暖和善心将被延续。格雷斯的父亲大卫·米兰于2020年不敌癌症过世，给米兰家族带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国电视台 ITV 将格雷斯的案件拍成影集，作为讲述关于社群媒体谋杀案系列中的其中一集，预计会在今年秋天上映。原本一生难忘的环球旅程，却在22岁生日前夕戛然而止。格雷斯的美好人生才正要开始，却被犯人无情地夺去。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对于陌生人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